包大人，你是说香莲说的全是谎言？不，你不必焦急。本府只是要你先知道，一旦无法确认你与驸马乃是结发夫妻，恐怕你将难脱冒认皇亲之罪。包大人，香莲千里迢迢来到开封，为的是将公婆的死讯告诉香莲的丈夫，为的是让香莲的一对儿女跟他们的爹见面。香莲又怎么会因为任何的原因去冒认皇亲呢？在你家乡的地保来此之后，本府自可查明你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。包大人，此事不仅家乡的地保可以证明，香莲自小在陈家村长大成人，之后嫁入陈家，村里的大大小小都知道此事，他们都可以作证。然而在此之前，本府却必须对你与驸马之间的情形多做了解，你且一一向本府说明。是。香莲自小母亲早亡，随父亲来到陈家村。父亲在村里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。曾子曰：“5日3省吾身。”曾子曰：“5日3省吾身。”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传不习乎？曾子曰：“5日3省吾身。”曾子曰：“5日3省吾身。”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不忠乎？干嘛？不信乎？你在偷听他们读书？不，我没有。传不习乎？传不习乎？陈世美，过来，哦，让我教你写成吧。啊，写错了，哦，我们重新写一遍吧。是这样写吧5日3省吾身。 ？5日3省吾身。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传不习乎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传不习乎？先父常说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香莲的夫婿，就是由一个贫穷的放羊孩子，变成一个读书人。你说那陈世美接手了令尊的私塾，又怎会进京赶考，转向仕途呢？他一向想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，
为了让他达成心愿，于是就关闭了私塾，让他在家专心苦读。且慢，私塾教书虽所得有限，却可维持一家温饱。何况他上有高堂，下有儿女，关闭了私塾，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又由何而来？回报大人，香莲的夫婿乃是农家，只是公婆年老体弱，无力耕田，所以荒废了田地。关闭私塾之后，香莲重新开垦荒地，种植粮食，一家人倒还可以温饱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从未下田耕作，那些农务你担得下来吗？不能担也得担，只要能够完成他的心愿，就是再多的苦，香莲也愿意承受。进京赶考，所费不赀。你家境如此清寒，又是如何筹得进京的盘缠？父家那1亩3分地，让我出售，再加上父老乡亲的接济，勉强可以凑足盘缠。话虽如此，你一家人又如何为生呢？幸亏邻里帮衬，让香莲在各家帮佣，所得的还可以糊口度日。然而你在公堂之上曾说，公婆是活活饿死，又待怎讲？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不到3个月，家乡突遭大旱灾荒，乡亲们自身都难保，自然无庸可帮，无钱可用。我好饿。我好饿。先别急，让爷爷先吃。来，爹。爹，好。来，冬妹。春哥，吃吧。娘，又是粥，我想吃饭。春哥，喝粥跟吃饭没有两样。春哥乖，不要闹了，快点喝啊！娘，我不想喝粥，我想吃饭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，一点都不懂事儿。哎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春哥，你不可以浪费粮食。我们家里有粥吃就不错了，有些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呢。你不要闹了，快点喝啊！那已经倒到桌上了，我怎么吃啊？你这孩子，那碗给爷爷喝，爷爷这碗给你喝啊。爹，这小孩子懂什么？不要生气了啊！我喝不也一样吗？来，吃菜吃菜，来吃啊，你也吃。哎，小莲，你自己怎么不喝呀？爹，我不饿，等你们吃完了我再吃。我先回厨房收拾一下，你们慢慢吃啊。
香莲，爹娘，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来看看我们陈家的媳妇儿在吃什么好吃的。爹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那你背后藏的是什么？爹，我们老两口不吃，那也就算了。可是孩子这么小，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吃饱呢？是啊，你这做娘的，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吃，你能吃得安心呢？爹，我来，让我看看。爹，这是什么呀？拿过来。你就吃这个，香莲。这是米糠啊，香莲，你爹，娘，家里实在是什么都没有，就剩下那半锅粥。香莲，爹娘年纪大了，春哥和冬妹不能挨饿，媳妇儿年轻，还能顶得住。香莲，是我们错怪你了啊，也是我们把你给拖累了。要是没有我们二老，你和孩子还是勉强的能够活下去的。香莲，以后你就别再照顾我们二老了。是啊，不，爹，媳妇儿既然嫁到陈家，生是陈家的人，死是陈家的鬼。只要媳妇儿还有一口气在，媳妇儿一定会全力以赴侍奉两位老人家。香莲是美，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是啊，是。她永远都不能忘记你对陈家所做的牺牲啊！爹，您别这么说，这都是媳妇儿应尽的本分，媳妇儿心甘情愿。只希望两位老人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晚年，媳妇儿就心满意足了。香莲，香莲。你回来了，乖，娘。春哥儿，爷爷奶奶呢？爷爷奶奶上山去了。爷爷说我和冬妹要好好照顾娘。他们什么时候上山的？他们去了好一会儿。春哥，你照顾妹妹，娘马上回来。爹，娘，爹，这位大哥，你看见我爹和娘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爹，爹，娘，爹，娘，爹。爹，娘，爹。
的孩子能够多吃一口粮食，他们竟然选择了自尽这条路。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惨绝人寰之事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主。两位老人家为了孙儿费尽苦心，却不知反倒让家人背负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伤痛。幸亏家乡父老照顾，香莲才得以将两位老人家的后事料理完毕。且住，这些事难道那陈世美全不知道？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之后，便音信全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他。如此说来，他高中状元之后，也没有派人回乡报喜，通知家人。是，乡亲们全都不知道他中了状元。大人，这倒是有违常情。就算陈世美没有差人返乡，科场也该在发榜之后通知原籍才是。不错。既然不知那陈世美在何处，你又怎会得知他高中了状元，而且被公主招为驸马？回报大人，跟他一同进京赴考的有位同乡举子，落榜之后回到村里说出此事，香莲才带着儿女们来京寻夫的。你前往驸马府寻夫之时，可曾与那陈世美见到面？没有，他们驸马府的人根本就不让我们母子进去。他们说驸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，还把我们赶了出来。包大人，香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才来找包大人，向包大人申冤呐。本府明白了，秦香莲，本府自会向泸州查证。过几天，你村中地保来京之后，本府自会有所决断。你且先回房照顾儿女去吧。是，多谢包大人，香莲告退。大人，听他之言，恐怕其中尚有许多交代不清之处。不错，科举发榜返乡报喜，乃是行之已久的惯例，断全无音讯之理。这一点的确有待查明。一定是那陈世美贪图荣华富贵，抛弃糟糠之妻，才不肯把高中状元之事回报家乡。长忽未有所不知，进士及第，即使本人不报，朝廷也必须通报原籍，或是造册报考的地方官府，断无音讯全无、无人知晓之事啊。可是秦香莲的家乡的确没有接到发榜高中的通知啊。还有一个可能，
在驸马府中的陈世美，不是秦香莲口中的夫婿陈世美。大人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很简单，每当大比之期，全国报考的举子何其之多，同名同姓的也不乏其人。倘若陈驸马根本不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，那么自然与秦香莲之夫不是同一个人。但秦香莲并未与他见面，不能排除有此可能。那大人，此事要该如何追查呢？这也不难。一般读书人经过了乡试，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之后，才能报考举人。在州府中举以后，才能进京参加科举报考进士。所以，只要调出报考学籍，便可知道两个陈世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大人，是否要马上追查？当然要查，不过却不可张扬。毕竟，那陈世美贵为驸马之尊。本府记得，王丞相正是该科主考，又是宰辅之权。在本府与他商议过之后，再做定夺。如今，倒希望那驸马不是秦香莲的丈夫，否则对他们母子来说，太过残忍了。然而，若他真是那不孝父母、抛妻弃子、欺君罔上的陈世美，本府也绝不会将他轻易饶过。御医，公主到底得的什么病？你可曾为她开立药方医治啊？启禀驸马，公主根本就没有生病。没有病。那公主为何整日精神不济、浑身不适？你确实诊断清楚了？回驸马，公主非但没有生病，而且还要恭喜驸马了。御医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恭喜驸马爷，贺喜驸马爷，公主已有了身孕了。公主的确已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驸马不用担心。好极了，本宫有赏。为民，奴婢在。替本宫打赏，顺道送御医回府。是。多谢驸马爷。哎，多谢御医。公主怎么起来了？方才御医说，恭喜驸马了。公主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公主，来，公主，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，不要随便走动，以免动了胎气。瞧你说的，好像你真的懂怎么去照顾胎儿一样。别忘了，你可是第一次做爹哦。哎呦，你看这小孩真好玩，睡得呼呼的。哎呦，真好！你看，太乖了，真乖。哎呦，长得真好。哎呦，哎呦，世美。哦，我抱小孩出去走走，你们夫妻俩说说话啊，说说话。哎呦，乖孩子啊！喝点。
不是生病。娘终于抱孙子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开心过。老人家望孙心切，幸好我生的是个儿子，不然我就真成了你们陈家的罪人了。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不管你生男孩还是女孩，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，我都喜欢。你当然不在乎了，可是我看得出，两位老人家还是希望生的是男丁。我总算没有让他们失望啊。不，香莲，你为我们陈家已经付出太多太多了，爹娘永远都不会对你失望的。我们陈家之所以会有今天，完全都是你的功劳。世美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是陈家的媳妇，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而且我也没有做什么呀。不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能从一个放羊的农家孩子变成一个读书人。你才嫁进我们陈家，我就考中了秀才。教书的日子虽然清淡，但总也能衣食无忧。这都是你为我们陈家做的事。那都是你自己爱读书、肯上进。那也是因为你的信心和鼓励。香莲，我们现在有了春哥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考中举人，参加朝廷科考，至少要及第进士，才能报答你对我们陈家的恩情。世美，你不要这么说。自从我嫁给你之后，我们就是一体的，所有的荣辱都要共同去承担。我只希望你能为自己而努力，高中举人，进士及第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其实我现在最想知道的，就是你初为人父，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？驸马，驸马，你在胡想什么？快点回答我的问题呀！公主是问我，我是问你，初为人父，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？不瞒公主，此刻的心境是又欣喜又惶恐。欣喜的是香火得以传续，惶恐的是为人父的这责任也就随之而来了。嗯，我想也是如此。只可惜你一个亲人也没有，既不能分享你的喜悦，也无人分担你的责任。公主就是我的亲人，这个孩子永远也不用担心无人照顾、无人关怀。这个孩子一定能够快乐的成长、茁壮。对，我们要让他过着无忧无虑、饱受关爱的日子，也可以弥补你无父无母的悲惨童年。
怎么了？做梦了是不是？啊，不怕，娘在呢，娘在呢啊！春哥，你怎么不睡啊？爹真的住在那个大房子里吗？对，他就住在里面。那他知道我们来找他吗？他知道。那他真的不要我们了？春哥不要哭，娘已经求包大人了，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。春哥要有耐心，知道吗？那爹还不认我们吗？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？春哥，娘，爹不认我们没关系，回家以后春哥会好好照顾娘的。爹不在，我们还是会过得好好的。娘，春哥不要难过，娘说过，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。以后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娘不要哭，娘不要难过。好，娘不哭啊，娘不哭了，春哥也不哭，好不好？春哥不怕啊。本府已修书一封，你二人前往泸州府交与孙大人亲阅，他自会交代书丞见，命陈家村地保随你们一同返回京城。快去快回，不得有误。属下遵命。大人，将陈世美的学籍资料调出来查阅，便可知道与秦香莲所说是否同为一人，又何须千里迢迢将地保招来对证呢？秦香莲所说不过是片面之词，唯有地保当面与驸马对质，方可判定是真是假。此事涉及皇亲国戚，稍有不慎，便会遭人非议，自是不可为贪图方便而掉以轻心啊。是，大人说的是。大人，学生已将今日秦香莲所说记录成案。倘若如果驸马是秦香莲之夫，大人日后追查此案之时，也好作为参考。公孙先生，这诉状……回大人，学生私自做主，替秦香莲拟好了一份正式的诉状，也好作为日后的呈堂证供。公孙先生倒是有心啊。大人是认为学生不应该自作主张？不，本府只是好奇罢了。那秦香莲既然也曾读书识字，为何不自己书写诉状？即使不能，也可委托宋师代笔，
又何须劳公孙先生费心呢？大人，秦香莲虽然读书识字，却对文案刀笔毫不熟悉。前来府衙告状申冤之前，也曾想央请宋师代笔，无奈却无人肯写，也无人敢写。哦，这却为何？只因听说是状告驸马爷，所以没有人想惹祸上身。人人皆怕得罪权贵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只是如此一来，那些含冤负屈之人，恐怕更难有洗冤之日。是，学生也是这样的想法。只是学生未征得大人同意就私自做主，尚请大人莫要责怪。不，你是为了助人，本府又岂有怪罪之理呀？不过，那秦香莲前来府衙击鼓鸣冤之事，想必已传遍了京城。对此案来说，有害而无益呀。大人是担心驸马爷对此会有所反应。不错，不论驸马是哪一个陈世美，皆会因此而有所不满，或是心生警惕。也罢，明日本府拜见过王丞相之后，就去一趟驸马府吧。大人，贸然前往恐怕并不适宜。不，本府主动前往，更加合宜。一则并无掩盖矫饰之必要，再则可以借此试探驸马的反应，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。是，大人明鉴。大人，展护卫要见本府有事。属下担心八王爷的安全。你是担心那夜闯王府之人今晚会再去？大人，请让属下前去王府，暗中保护王爷，防患未然。八王爷不是要大人不要再管此案的吗？八王爷的用意为何，本府虽然不清楚，然而展护卫的顾虑也不无道理。只是展护卫若是前去，岂不明显违背了八王爷的令语吗？大人放心，属下已跟王府的卫士做过了沟通，为了保护王爷，他们也愿意与属下配合。属下只是在王府之内暗中监视，若情非得已，属下不会现身。八王爷也不可能知道属下还在追查此案。如此一来，既可以保护八王爷的安全，又不会违背八王爷的令语，那就有劳展护卫辛苦一趟了。是，属下马上就去。大人认为，那夜闯王府之人，真的还会再去吗？有备无患总是好事，毕竟八王爷的安危要紧。参见王爷。有贼人闯进了本王的书房。是。你不是王府的人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不会有这种武功。你也不是一般的贼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贼是来偷东西，你却来送东西。
方才你不是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王爷的书房吗？你一直在偷看。我没有偷看，我是在监视你。要是八王爷在书房之内，我根本不会让你进去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展昭。南侠展昭？不错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来王府干什么？我不会告诉你。既然你不告诉我，我又岂能让你走？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狂风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多，友谊才是宝，尝过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讲谁傻瓜言之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